请楚神医下山。北凉王家愿献上黄金100万，玉石1000万，请楚神医下山。沧海柳家愿献上蛟龙10条，珠宝无数，请楚神医下山。西域梦家愿献上山庄10座，草原1000顷，请楚神医下山。我等愿终身侍奉神医，请楚神医下山。都求了3天了，神医为何还是不愿见我？当时医术第一人，10大名医的祖师爷，真以为想见就见？若不是我孟家称霸机遇，都没资格知道神医的名讳。纳兰嫣求见楚神医。没想到连叶国的纳兰家都来了。大名鼎鼎的纳兰家带来的礼物竟如此寒。大胆！敢侮辱我纳兰家！此乃红珊瑚制成的手串，价值连城。哼！你看那儿，神医连我等都不愿意见，你又凭什么？这世间竟有如此完整的红珊瑚，楚神医连这也瞧不上吗？可是爷爷已经快拖不下去了。既然神医不愿见我，那就夺罪。我去，谁呀？坏我好事！求见楚神医。我去，这都谁呀？可别弄坏了我的2次元老婆呀！哎呀！即便是茅山战神、边疆君王到了我这儿，也不敢像你们这样放肆。还好我的2次元老婆没事。你们几个来找本神医想干嘛呀？你就是楚神。哎，小弟。本神医可没占你便宜，是你自己撞过来的。恳请神医下山，救救我爷爷！北凉王家愿为神医鞍前马后，沧海柳家愿为神医赴汤蹈火。西域梦家，你们给我打住！山下之事与我无关，你们还是走吧。我才不下山，下山一堆麻烦事儿。谢神医。空体术！我说了不下山，诸位是听不见吗？出去！非逼我用仙家道法，他们是真不知道这罗虎山上到底是谁说了算。师傅，师傅，好歹我也是天下第一神医，你给我留点面子嘛！只知道打游戏，拿着这6副婚书，给老夫滚下山去成亲。明年这个时候，我看不到徒孙，我万一赶出师门。哎，别呀，师傅，我可是你最疼爱的徒弟啊！你忍心让我这么下山？这不是下山？老头子发什么火呀？师傅保重。这个臭老头1分钱不给我，还想让我找人？哎，有人可以搭辆车。陈菲菲，你才没人要，我可是有婚约的。婚约啊？我看是你爷爷怕你嫁不出去才给你定的吧？我俩从小一块长大，你呀连恋爱都没谈过，你才是那个没人要的老女人。你说谁老女人呢？说的跟你谈过恋爱似的。我嘛，肯定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人才结婚喽。至于那个什么未婚夫，他要是敢来，我就打断他的腿。说得好，二位在下楚留风。刚才二位说的话呢，我都听到了。我来说句公道话啊，
这位美女虽然说是有婚约，但她不谈恋爱，那叫洁身自好。就是。那我呢？你应该是确实没人要。哎，你听到没？你这个没人要的老女人，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美女，我搭一下你的车呗，我也要下山啊，这不顺路。美女，哎，这就走了，亏我刚刚还帮她说话。这女谁娶谁倒霉。范瑶瑶，你给我等着！就是范瑶瑶，这名字听起来怎么那么眼熟啊？这不武婚书上的名字吗？哦，你就是瑶瑶的未婚夫啊？他刚刚是不是说要把他未婚夫的腿给打断？他的退婚，我要退婚。范瑶瑶的未婚夫，那我得替他把把关，确定不是渣男才行。跟我走吧，我缺个保镖，干不干？我保镖，我就算是饿死，从这个山坡上滚下去，我也绝对不会当保镖。1个月20万。我最喜欢当保镖了，尤其像你这种美女的保镖。美女，咱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去陈家，我爷爷的寿宴。菲菲，你终于来了。吴贤，你不要再缠着我了，行不行？菲菲，我是真的很喜欢。吴少，你没事吧？是你。你认识他？他爸和他妈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。这小子3岁的时候得了一种怪病，他爸和他妈在我们家门口跪了3天3夜，最后呢，在我们家门口上吊死了。多他妈晦气吧！后来啊，这小子他爸妈死了以后不久呢，他也不走，就在我们家门口捡垃圾吃，怎么打怎么骂也不哭，哎，到最后不知道让谁给捡走了。吴贤，吴家，你是吴天宇的儿子。哎，这克死父母的晦气玩意，还好没让他扒我车。小子，又来捡垃圾了是吗？怪不得我刚才就一直闻到一股怪味儿。这大喜的日子来了这么个废弃的东西，这陈老爷子真倒霉。吴贤，你不要太过分，他现在是我的保镖。哦，小子混的可以，野狗都有主人了。菲菲，那既然他是你的保镖的话，那他打伤我这件事情，是不是应该你负责呀？今天就让你尝尝那轻鬼的滋味。哎，你个臭小子，光天化日之下耍流氓是吧？哎呀，吴少，赶紧让你手下把他给我轰走！菲菲，你等我把这人给你打废，我给你换一个新保镖。我上！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体有金光，复应全身，金光咒第6重，引气化形，走！吴贤，你也太恶了，居然用这么下流的情感！你可知道，这情蛊一旦入体，就需要用珠峰上的1000年血炼才可以。什么情蛊啊！别血口喷人啊！楚留芳，帮帮我！我来。哎，你还敢乱摸？走开你！来人，把他手骨打断！清心如水，清水即心，微风无起，清心咒。没有人是吧？我自己来。我刚才是怎么了？没事儿。Yes。帅哥，抱一下吗？抱一下吗？帅哥，抱一下吗？抱一下吗？可惜古冲死了，不然的话，你就做一辈子女人吧。你，哼！求婚大事要紧，回头我再找你算账。
今日在陈伯伯60大寿这样一个大喜的日子里，吴某有一件大事要宣布，我吴氏集团唯一的接班人正式向陈菲菲小姐提亲。江城第一大集团的公子能向我们家菲菲提亲啊，那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我说的各位没人反对吧？我反对。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孤儿流氓，还敢在这说话？一会儿寿宴结束啊，你就等着进监狱吧。小子，今天就算我可怜你，我让你见见世面。陈伯伯，小辈儿呢特意备了几份宝礼为您祝寿。来人，上礼。第一件，现金500万；第二件，长白山100年一遇的人参一枚，可以延年益寿；第三件，帝辛元年曹氏真迹老骥伏一副，寓意着您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4件，漓江豪苑别墅一栋，拿上这把钥匙，您今儿晚上就可以入住了。第5件，空的，这个是我特意从叶国请来的纳兰家的千金小姐纳兰嫣为您祝寿，您还满意吗？先下雪花钱6分归纳兰。叶国纳兰家对吴少家也是亲眼相加呀。不瞒您说，从今年开始，纳兰家所有在江城的业务由我吴家代理啊！能给纳兰家做事，这是何等的荣耀呀！有些人给别人当狗，居然还这么开心。既然如此，我也送老爷子一个礼。你还送礼？不会是路上捡的什么塑料瓶子吧？这个呀，是我在山上收到的礼物，被我注入了一丝玄阳真气，比他们这些东西可值钱多了。爷爷，你看你干的什么好事？不对呀，这玉石应该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啊！我给老头子把把脉。你把手给我放开！刚才在外面的时候，然后你就污蔑我用什么情蛊，现在你又把老爷子弄成这个样子，你多晦气啊！楚留风，你真是一个土狗啊！这是玉吗？啊，诸位，请大家好好看清楚啊！这如果真的是一块玉石，这上面应该有类似于唐字一样的纹路，可是这一块干干净净，跟块玻璃一样啊！不对，这就是一块玻璃。你不会是从哪个地摊买的吧？这个人不仅是个屌丝，还是个骗子。里面的纹路被我用真气化了。什么？你是不是玄幻小说看多了呀？真气和内力都出来了。都别吵了，谁来救救我爷爷？菲菲，你别着急，纳兰嫣小姐马上就到了，她可是世界上数得上号的名媛。就她给我当丫鬟都不配。菲菲，让开，我来救你爷爷。楚留风，你是不把我爷爷害死你不甘心是吧？楚留风，你像个跳梁小丑一样，你在我们面前演戏演的不累啊？一个吃垃圾长大的野狗，他除了会扮小丑，他能干什么呀？只能来硬的了，让开！哦，哈哈，我算是知道怎么回事了。菲菲，以后让你爷爷少看点那种视频，年纪这么大，阳气匮乏，根本承受不住我的玄阳真气。你个流氓，瞎说什么呢你？知道症结就好办了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不好了，陈老爷子没有呼吸了。爷爷，放心吧，这是君临巧匠的手段。老爷子的灵魂太过虚弱，根本承受不住玄阳真气。我就把它拿出来，在我的掌心温养片刻，马上就可以放回去了。楚留风，老爷子不死你不甘心是吗？去，请纳兰小姐快点，剩下的人给我上！纳兰小姐，您终于到了。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纳兰小姐，里面有个叫楚留风的，
把寿星陈老爷子给治死了。你确定他自称是楚留风？他还说了，你给他当丫鬟他都不要。敢用神医的名字招摇撞骗，还治死了人！快带我进去，我饶不了他。这边请。我本来以为你还有点本事，现在你把菲菲的爷爷弄成这个样子，正好给了我一个废你的理由。你啊，还是原来那个满脑子垃圾的傻。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动。虽然我这只手温养着陈老爷子的神魂，不能使用真气，但是对付你们，我一直守着。哎，都听见了吧？这是你说的啊，你不能用那些怪招了是吧？来，所有人给我上！纳兰小姐到。来，纳兰小姐，我倒要看是哪个胆儿肥的敢冒充神医。纳兰小姐，还望纳兰小姐亲自出手，为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。纳兰嫣不知神医驾到，刚刚出言不逊，还望神医见谅。我用我师兄的名字出来闯荡这么多天，还真有识货的。纳兰小姐，起来吧，我学艺不精，陈老爷子到现在还没醒，去看看吧。陈中国老爷子这事，我爷爷刚才看着这块玉石，然后就口吐鲜血晕倒了，然后啊就被这个自称楚留风的给治的呼吸都没了。竟然是出自神医之手的古玉，这陈家和神医关系匪浅。莫急，我来看看。哎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这其实是陈老爷子恢复就好。以后你们陈家也要和我们纳兰家多多走动啊！哎，纳兰小姐，我们陈家似乎和你们没有交集啊。你们陈家这是多了在场一位贵人的福气。贵人？难道是他？纳兰小姐，别来无恙啊！果然，这贵人就是吴贤。吴贤，你跟纳兰小姐很熟吗？你就在这儿套近乎？吴贤，你可知错？还请纳兰小姐恕罪哈。楚留风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，今天来这儿大闹寿宴，打扰了纳兰小姐的兴致啊！还请给我1分钟的时间，把这个废物给清理出去。什么？清理他？你可知他是龙虎山上的？纳兰嫣，如果想让我救你爷爷，就不要暴露我的身份。都别看着了吧，把楚留风给我双手双脚打断，扔到垃圾桶里去。吴贤，挨了一巴掌还不长记性。纳兰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吴家是我们纳兰家在江城的唯一部属，所作所为都代表着我们纳兰家的形象。你先前是借着我们纳兰家之名处处压人，现在要砍断自己亲属的双腿，你这种做派哪能替我们纳兰家做事？纳兰小姐，无限之罪，无限之罪。嘴上认错不行，除非看到你真正的悔改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纳兰家要停止一切和你们吴家的合作。干得不错，你先走吧。之后我会找你谈你爷爷的事。恭送纳兰小姐。这纳兰家就这么抛弃了江城吴家？就因为一个保镖，纳兰小姐竟然生了这么大的气。楚留风，你个没教养的东西！你惹怒了纳兰小姐，给吴少造成的损失，你怎么赔偿？你这个女人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？纳兰小姐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是看吴贤打着纳兰家的旗号招摇撞骗，仗势欺人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不可能！我吴家每年给纳兰家打理生意的资金流水过100亿，纳兰小姐怎么可能因为这种小事迁怒于我呢？100亿，100亿很多吗？当年有多少人愿意奉上100亿，就为了让我去他们家族做一个记名的客卿？哼，谁瞎了眼找你做客卿啊？怕不是缺个看家护院的，找你当看门狗吧？瑶瑶，你话说的太重了吧？万一他就是纳兰小姐说的贵人呢？菲菲，该不是这穷小子给你下了什么咒吧？他才坑完你跟你爷爷，你就这么帮他说话？纳兰小姐说的贵人肯定是我。这次的事情呢，只不过是纳兰小姐对我的一个考验罢了。经过这次考验之后，我相信我吴贤一定能够进入纳兰家的核心圈层。到时候，哼，你又开始做梦了吧？楚留风，
你等我重新获得了纳兰家这个靠山之后，现在我先不动你，到时候我亲自送你去见你那个穷鬼爹娘。好啊，那我就拭目以待。陈老爷子，既然纳兰小姐说了要跟陈家交好，那我这个江城的代理得给表示表示了。吴少，你这是要……我吴贤是个商人，如果想要表示的话，肯定是从生意上面着手。这样，我吴家跟陈家各出一半的钱，我们在江城新建一座度假村，到时候以便让陈家跟纳兰家关系走得更加亲密一些，您觉得如何呀？哎呦，那可是好极了呀！可我陈家的财力没有那么丰厚啊。钱的事情您不用担心，这个项目您1分钱都不用出。等到度假村建好以后，每年的收益您给我一半，直到还清为止。啊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？这不就是白给钱吗？是啊，吴少，你像这种好事儿，我陈忠国简直都不敢相信呢。这没什么不好相信的。3天之后，陈家只需要派陈菲菲到我吴家的下属公司星月集团签署合同，咱们这事儿就成了。哦，那好，那我先谢过吴少了。爷爷，我不想去。为了点蝇头小利，就打算把自己的亲生孙女卖掉。陈老爷子，你这个家主当的呀，早知道就把你的灵魂放在狗身上。大胆！你竟敢胡言乱语，侮辱我陈家！菲菲，把他赶出去！我不用你赶，小爷我还有人情没有还，自己走。你给我站住！楚留风，怎么了？这10万块钱你拿着。不是说做保镖吗？这是给我的工资啊。什么工资呀？吴贤那个人最小心眼了，你拿着这些钱先去别室躲一躲。他也配？当年四海兵王都没有让我躲。吹什么牛啊？那你把钱还我呀！嘴上说不怕，收钱倒挺快。这个就当你预支给我的工资了。再说了，我会功夫嘛，没事儿。你真会啊！展示一下。哎，小静，这个就当你预支给我的工资了。再说了，我会功夫嘛，是。你真会啊！展示一下。哎，小静，这么看，这小子还挺帅的。我去，这女人身材真好。你看什么？我会功夫嘛，你不信啊？油嘴滑舌的，你可想好了？这次你如果不躲的话，以后可要直面吴贤的报复。你就放心吧，吴贤那个家伙，我一只手都对付得过来。不过，这个人确实太过奸诈了，你还是劝劝你爷爷，少跟他打交道。行了，不用你个保镖瞎操心，你还是先发愁一下3天后跟我去星月集团怎么保护我的安全吧。安啦，你爷爷不是大病初愈吗？赶紧照顾去。出来吧，别藏了。纳兰爷拜见楚神医。都听到了？您是觉得我听见了，还是没听见？我就是随便问问，听见了也没事儿，起来吧。楚神医，我不知道您和陈小姐之间的交易，我只是无意中看到了您救助陈家主的过程。您放心，我不会泄露您的秘密。也没什么不能说的，我只是用丰厚奇门算出来了，这陈菲菲身上有我都羡慕的大机缘，所以我才给她当保镖，结下善缘嘛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所以您刚才让我帮助陈家，也是在帮我。以后一定要多多关注陈家，尤其是这个陈菲菲。多谢楚神医提点。好了，陈家的事情说完了，现在说说你爷爷的病吧。楚神医，您终于愿意救我爷爷了。哎，先别忙着谢啊，我在这儿还有婚约，去不了叶国。那爷爷的病……这个给你，虽然药力有点消散，不过应该够用。这是……这个东西叫小还丹，可以保你爷爷3个月有余。
等这边事情结束，我就去救你爷爷。小还丹？怎么了？小还丹应该足够治你爷爷的了。啊，生死人肉白骨的小还丹，如此珍贵的丹药，您就这么随手给了我？楚神医，这是一张全球联名的不记名黑卡，卡里有100亿资金，您可以随时取用。好啦，钱拿回去，丹药也拿回去，我可没那么抠。楚神医，我知道您不喜欢这些铜臭之物，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也可以以身相许。打住！你是挺漂亮的，但不是我这挂哦。楚神医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现实里这种庸脂俗粉，所以我特意做了准备。来人！这样的我，你满意吗？这个好，不行，我有婚约啊。好，这卡我收了，赶紧回家，给你爷爷治病。谨遵神医之命。啊，最近桃花运怎么这么多呀？哎，给自己算一卦。无嫌，还不死心啊？好，我就装傻，钓掉你身后这条大鱼。哼！嘿，陈小姐，您来了。叶经理，您亲自来接我呀？您可是你们公司的销售第一，您亲自来会不会大材小用啊？您瞧瞧，您这话说的，您可是我们的贵客呀！合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来，我们进去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谁呀？啊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今天预约的好像只有陈小姐您一个人是吧？你们公司的大门开着，还不让我进了？你快瞅瞅，这门是不是关了？哈哈。再说你什么身份啊？我们星月集团的大门是你想进就能进的？来，你骂我是狗吗？可不敢乱说，可不敢乱说啊！我可没说啊。不过你这理解的倒也没错。好，敢骂我楚留风是狗？我看你们这个大楼是不想要。哦呦，我好害怕哦！够了，叶经理，他是和我一起的，你看能不能给我个面子啊？既然是陈小姐您的面子，那一定是要给的。那这样，看见那儿没？母婴区。陈小姐办完事儿之前呢，你就在那儿好好的待着，哪儿都不许去啊！欺人太甚！我够了，不要闹了。我们是来谈生意的，先进去。你母婴区哈，别走错了哈。陈小姐，哎，没想到今天吴少爷您会来视察工作，一会儿陈小姐会来签合同。你先出去吧，今天公司的事儿我来处理。好，那我先退下。陈菲菲，我看你这回怎么跑啊？哎，欢迎啊，陈小姐。怎么是你？王总呢？这里是吴氏集团旗下的公司，我在这儿应该很合理吧？哎呀，你去哪儿啊？合同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你签字了啊！合同呢？你先坐，给你拿啊。看看吧，怎么样？合同没什么问题吧？没问题，笔给我。好。等会儿，这次项目的利润我可以少收10%。为什么？因为吴氏集团想要跟陈氏集团达成长期的合作，这是我的诚意啊。好，
好，那咱们合同已经签了，那咱们就以茶代酒，庆祝一下吧。等我一会儿啊，我去拿新合同。不对，这茶有问题。菲菲，我是真喜欢你，你就从了我吧，行吗？啊，菲菲，菲菲，今天这事儿我都安排好了，绝对不会有人进来的。啊，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菲菲，楚留芳，我在。不对，陈菲菲这个状态不对劲啊，只能点穴稳住她的状态了。我带你出去。人呢？少爷，你们怎么看的门？人怎么进来的？我不知道呀，怎么进来的？我一直盯着他，一眨眼他就不见了。你说什么呀？打呀！打！我警告你啊，这里可是吴家的地盘，得罪了吴家，明天就得让你消失。是吧，少爷？吴家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。少爷，还算他懂事啊，算丫的懂事啊！来，你过来，你现在过去给我们少爷跪下道歉，可以考虑饶你一命，是吧，少爷？吴家很棒吗？得罪了我，让你们化为齑粉。谁能把他打死，我给谁100万。少爷，要不咱们撤？这小子有点邪乎。撤？我对吴家无险，在我们吴家被打了，你跟我说让我撤？不是，少爷，打不过呀，少爷。我们江城吴家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啊？冷静，楚留芳，你给我死啊！冷静啊，少爷。就这点本事啊，江城吴家小丑而已。你到底什么人啊？你问我啊？陈菲菲男朋友。楚留芳，你确定要跟我吴家作对是吗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吴家掌管的是整个江城的地下势力。你既然想死，我就让你看不见明天的太阳。相信我吗？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能造出什么人。好，你就等死吧啊！爸，我那家快被打死了，你过来吧。你等着吧啊！你就等死吧啊！随时恭候。我等你们吴家，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吴家有什么本事。菲菲，别担心，有我在。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儿子，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？爸，就是他，楚留风，他不光打我，他还侮辱咱们江城吴家，就是他。对，吴总，就是他，没有的东西，滚！你就是楚留风啊？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？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江城吴家不过是一群小丑罢了。不过吴家主，你也是知道自己儿子被打了，就自己一个人来。看来您和您儿子一样，脑子都不好使。好，既然你寻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楚留风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菲菲，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们伤不了你。小二，哎，我们走啊！爸，你不是给我报仇吗？就是啊，吴家主，这么快就想走了？给你报仇的不是我，那是谁啊？吴家主，
今天我要对付的就这小子吧。正是，这个冷头青身手不错，您老小心。放心，我要收拾人，从来不用动手。楚留风，你完了，认识吗？这个就是我们吴家特意请过来的吴琛大师，顶尖高手。部长，过奖了啊。不过以我的实力，对付这种乳臭未干的小子，真是大材小用啊！乳臭未干的臭小子，你是老王八呀？跟我比活的时间长短？哎呀，哈哈，我就喜欢你这种嘴硬的，待会儿看你怎么跪地求饶！别那么多废话，招子亮出来瞧瞧。哼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你不觉得难受吗？哎呦，好痒啊！这办公室是不是有蚊子呀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可是我用9种毒虫炼制成的噬骨散，普通人一旦沾染上，3个呼吸之间绝对没有反击能力。吴琛大师，这小子好像没什么反应啊。哦，原来是个用毒的呀，那咱们就不用麻烦了。把你身边最厉害的毒亮出来给我瞧瞧。臭小子，我就让你尝尝什么叫猛毒。哎呀，爸，你请这大师到底靠不靠谱啊？靠不靠谱你还不知道吗？昨天晚上那个情蛊就出自吴琛大师之手。爸，那情蛊根本就没有那么神，我估计这大师啊就是半桶水。大师啊，老胳膊老腿的了，别累着啊！你到底什么来头？我怎么都没中毒？吴琛大师，这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啊！今天你这表现，我可是有点失望啊。好，吴家主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我今天就豁出这条老命了。吴家主，吴少，你们先离开，待会儿伤到你们。哎，楚留风，你完了！我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啊！小子，这次的毒够劲了吧？这毒虽强，但我更好奇的是，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？你知道这毒的性质？世界上的毒无非只有2种：一，为了自保，让狩猎者忌惮；二，就是让自己的猎物丧失行动能力。你前几次使的毒都是这个路线，不过你最后这个毒还真有意思啊！哼，那你还不是不知道我这毒到底是什么？你这个毒产自于人之怨，你沾染上人命的时候，就会吸取亡灵对你的怨恨，存储在5脏6腑之中，形成所谓的怨。而当要用到的时候，只要放任这股怨毒破体而出，这就是最强的一个杀招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？对呀，我怎么知道的？让我想想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套功法是我创的呀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套功法是我创的呀。老头子，怎么样？我这套功法厉害吧？什么功夫？你准备用到什么地方？这可是要死人的哦！你给我听好了，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害人，我废了你的武功。我不就是想在武林大会上吓唬吓唬他们吗？我又不会真的去练这种功法。什么武林大会？是不是那个比武的大会？哎，凭你这功夫，能不能在里边拔枪头筹还不知道呢。不过你这次要下去参加武林大会，可得小心一点，可别给我龙虎山丢脸哦。我说师傅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上山这么多年，又不是白白修炼的。
这次下山，我就让他们知道知道龙虎山的厉害。既然你决心已定，我也不拦着你。不过你这次去啊，可得好好的保护自己啊！如果你这次去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，就回来找我。是。哎，没想到刚摸上龙虎山，就得到这么好的东西。不可能，这是我从龙虎山得到的独门功法。你是不是在龙虎山上捡到一个废纸团，上面就记着这个功法？咱俩还真是有缘啊！你就是当年和老天师对话的那个人。楚留芳，从刚才开始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听不见了。我怎么把你给忘了？没事吧？我带你走。本来呢，我是想让你自生自灭的，不过你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创的功法，我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怎么样？谨遵小天师之命。要怎么看？没见过帅哥啊？让开！无尘大师，这是怎么个情况？就让楚留风走了？你那毒那么厉害，他就给解了？他的毒是我解的，这可是跟我们当初说好的不一样。哼，你可知道，他是龙虎山的歪门弟子，这龙虎山是出了名的护犊子，我可不敢招惹他们的人。那看来无尘大师是不想做我们家客人了啊！吴家主，本人虽然在江湖上有些资历，但跟龙虎山比起来，那可是云泥之别。我奉劝你啊，还是别乱动心思了，咱们就此别过，告辞。哎，这啊，就让他们给走了，留他还有什么用？事到如今，只有找一个更厉害的人来长草除根。龙虎山嘛，我也找一个龙虎山的高手。哎，你们干嘛去了？瑶瑶，快带我们去你的房间。说什么呢，菲菲？我说范大小姐，你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？菲菲这是生病了，需要休息。吴先想对我下药，是楚留风救了我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怕被家里人看到，所以就来找你了。哦，好，你们快跟我进来。行了，咱们出去吧，让菲菲好好休息1个小时，养足精神，然后再治。范大小姐，好久不见了。啊，是啊。我还一直在想，你当初让他辞退我的时候，那副嘴。哎，那个什么，你饿不饿？要不要吃点什么？如果我当初真的被辞退了，那么今天谁去救他？你故意的吧？是啊。你明知道这是我家，你故意来气我的是吧？千万别激动，我就想看看这指点江山的狗头军师怎么就没有想到吴贤是这种人。你骂谁狗头军师呢？千万别犟嘴，爷爷的寿宴你骂了我那么多，还不允许我还个嘴吗？难道我骂的不对吗？就你怎么配得上我们家菲菲？我是配不上，但是配你绰绰有余。就你，你怎么配得上我？你可千万别把话说的太满了，有一句话叫做一报还一报，什么时候真的嫁给我了，可别后悔。哎呦，那我可真害怕呢。菲菲这是怎么了？药效发作了，让她坚持一会儿就好了。楚留风，我好难受，快救救我！怎么回事？菲菲的声音听起来越来越难受了。不应该啊，我不是已经封住她的穴道了吗？难道是吴贤的药催发出了剩余的蛊毒？啊？什么蛊毒乱七八糟的？你该不是在唬人吧？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开玩笑，里面情况非常紧急，我现在马上要去救治菲菲，你就在这儿给我等着啊！里面情况非常紧急，我现在马上要去救治菲菲，你就在这儿给我等着啊！哎，你该不是想趁人之危吗？
一个就是一保镖，什么时候会的医术？你要是再多说一句，就自己救你闺蜜去吧。你这人怎么那么凶？我只是想搞清楚情况嘛，又不是来捣乱的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问问吴贤啊。好，那我就在外面等着，有什么情况叫我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菲菲怎么样了？别废话，我正治疗呢。菲菲，来，身体放松，深呼吸，准备好接纳我的能量啊！我早就等不及了，快点扎进来。你个臭流氓干什么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误会了。行了，现在病情基本上稳定了，现在需要休息。不过我不确定这蛊毒能不能全部清除，得再观察一段时间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行了，我去休息了。如果他醒来的话，立刻找我。菲菲，好点了没？感觉好多了。菲菲有我照顾，还能出什么岔子不成？是啊，顶多也就是不听我的警告，在我治病的时候一下子冲进来，害我差点失手。哎呀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一个保镖为什么会医术？那当然是我是龙虎山上大名鼎鼎的守山门外门弟子，对不对？那个我跟我师兄学了那几样医术，没想到在山下就是高手了。我还以为你是什么龙虎山的大人物。龙虎山的大人物会混成我这样吗？我现在有点后悔了。我跟你们师门那边龙虎山的一个小天师，到现在还有个婚约。我记得你当时不是说绝对不会答应？是啊，瑶瑶，龙虎山的人都是怪人，你可得多考虑考虑。哎呀，你们想什么呢？是这样的，我家里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，我今天就得去见面。我呢是觉得这山上的人天真好骗，我就想让这小天师当一下我的挡箭牌。我就知道这个臭女人没安什么好心。我有一个好主意，一定能帮你搅黄这次相亲。菲菲，什么好主意？赶紧说，咱俩可是最好的闺蜜啊！你家里给你介绍的相亲，肯定跟你家里的关系好，你自己不好拒绝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因为两家关系好，所以我就不好拒绝。那这就对了。怎么个说法？到时候你相亲带着我一起去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我来帮你唱这个白脸。可如果这样传到我家里，你在我家长辈那边形象就不太好。说的也是，那怎么办呀？哎，瑶瑶，说实话，你觉得楚留风怎么样？他呀，长得还行，就是多长了张嘴，成天爱吹牛。那就没问题了。什么就没问题？相亲到时候我们俩带他一起去，让他闭嘴，我们俩多夸他几句，让那个人知难而退就行了。倒也是个办法。不过吧，你看他这个样子，他怎么了？五官端正，精神焕发，挺好的呀。哎呀，我不是说这个，你看他这身穿着打扮，别人一看不就露馅了吗？那怎么办？我下山就带这一套。这样，咱们逛街去。哎，瑶瑶，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？这件衣服款式新颖，颜色鲜艳，你穿上去的话，肯定很漂亮。那你陪我去试试？行，我陪你去试衣间。哼，这衣服确实好看，你穿上特别适合。哎，尤其是你看这领口的设计啊，显得你脖子特别修长。我也觉得挺好看，挺适合我的。要不我们把这件买了吧？机会难得，我再去帮你挑一件。好啊，我还想再选一套紫色系的。OK。Hello， 两位美女，你们是不是忘了咱们今天出来是干啥来了？给我挑衣服，你们怎么先挑上了？我陪你们逛了2个小时，
不对，是3个小时。我现在很累。哎呀，楚留风，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呀？实在不好意思，要不你也去试衣间，我和瑶瑶一起帮你选衣服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那这样也行，但你记住，这次选衣服给你10万的预算，随便选，越贵越好。好，真搞不懂你们女人，衣服舒服不就行了？你好，药剂的快件在那桌上呢，你自己拿。我是来买衣服的。你买？你这全身上下加起来呀，也买不起我们店里衣服的一颗纽扣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个老女人啊，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就不能买衣服了？你骂谁老女人呢？先生、刘姐，你们别生气了，我这就带您去看衣服。切！哎呀，先生您好，你也是来看衣服的呀？哎呦，一看您就是有钱人。哎呀，和某些人啊就是不一样。来，先生您看啊。他那个服务态度，你们老板知道吗？先生，您先别生气，我们店长平时很忙，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情况，之后我会向他反映的。让他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老女人。先生，您看。这件衬衫款式经典，面料也很舒服，很适合像您这样的年轻人。哎，确实不错。多少钱？12000。这么贵？你们店也太不实在了。哦，先生，我们这件衬衫采用的是进口面料，是有一定成本的。那你们为什么不试着网上开店？这样成本也少啊。是这样的，先生，我们品牌的定位呢是高端品牌。那线下门店，顾客在试穿和了解品牌的过程中，可以得到更好的购物体验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不过还是有点小贵，可不可以再便宜一丢丢？行了，这衣服我要了，你就别跟他讨价还价了，让这土鳖去地摊上买去。陈先生，这件衣服呀，2万，给你包起来呀。不，我现在就要，一会儿相亲用。哎呀！您真是有眼光呀，相亲一定旗开得胜。哎呀，不像有些人啊，看起来像暴发户，结果呢是个真穷鬼。哎，陈先生，我去给你选件新的啊，来来。先生，这件衣服您还买吗？这件就不要了。没关系的，先生，等您有需要的时候，您可以再来。你没懂。我要一件更贵的。先生，我明白了。我们店有一件镇店之宝，是首席设计师设计的限定款，就是价格非常昂贵。您确定要试吗？这套衣服真的很舒服，我就要这个了，给我包起来。先生，这件衣服真的很贵，只要超不过10万，有人给我买单。这件衣服要50万。多少？50万？我看你们店的衣服也就几万块啊。先生，您穿的这个是限量款，所以价格比较高。如果您预算有10万的话，我可以再带您看看别的。不用了。我刚想起来，我还有100亿资金，你们店能刷卡吗？100亿资金？您开玩笑的吧？不信你试试。原来您真的这么有钱？低调低调，我消费那么多，我可以拿到你们店里的 VIP 卡呀。当然。好了，带我去办卡吧，以后我有需要就过来找你。谢谢您。哎，在干嘛呢？是谁让这个土鳖穿镇店之宝的？是谁让你穿这件衣服的？你知道这件衣服的价值吗？我觉得它舒服，我就试了一下。试了试，这件衣服是随便试的吗？我告诉你，要么50万一分不少的交出来，要么呢，你就等着进去吧。哼！可是先生已经付过钱了。什么？付过钱了？哎呀，先生，您刚才消费超过了10万元，我给你办个会员卡啊。好，赶紧给我办吧。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就叫你。哎呀，先生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为您服务的。下次你再来买衣服，我保证一定给你最低折扣。这样不好吧？
这明明是我接待的客人。臭丫头，别给我添乱了！这位先生是我们的财神爷，快去给先生倒杯咖啡。哎呀，先生，你等着啊，我去给你拿合同。哎，姑娘，别急着走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姑娘，别急着走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先生，我叫苏小琪。去泡咖啡吧。哎，先生，这是您的合同，您看一下。哎呀，先生呀，小琪只是个实习生，他不懂得如何服务你，还是我来吧。我倒挺喜欢她的，她很可爱啊，而且诚实。哎呀，先生啊，小琪确实是个好姑娘，但是她不懂得如何处理复杂的事情啊。哎，好了，先不说她了，这个是注册会员的注册协议。来，您看一下啊，这填个名字就好了。好。你耍我？先生，这是您的咖啡，请问还有什么需要吗？月底的时候别忘了去领奖金。您填的我的名字。先生，您这么做可是违反我们规定的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小琪做成了这一单，店长应该很赏识他。先生，如果您需要的话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。好了，自信一点，你也挺漂亮的。哎，菲菲，走那么着急干嘛？谁惹你生气了？哼，你拿着我的钱去骗别的小姑娘，我还不能生气是吧？那是我个人魅力，好不好？你这一身衣服一看就超级贵。天地良心，我这件衣服就花了500多，你觉得贵是不是穿在我身上？嘿嘿嘿。哎，不对啊，你这衣服面料还挺高级的，我看看是什么牌子的。哎，怎么没有牌子啊？他们说是练手用的，我其他的都嫌贵，就买了这个，怎么样？你倒还挺知道省钱，不过以后不准再沾花惹草，听到没有？陈菲菲，你管得有点宽了吧？是不是喜欢我吃醋了？滚啊你！你是我的保安，我是你的领导，我关心一下下属生活不挺正常？哎，行了，你俩别在这儿打情骂俏了，马上就到了，你俩都准备好了，走。你好，请问你是陈先生吗？3、2、1，范小姐，你离我们约定的时间整整晚了半个小时。范小姐，你离我们约定的时间整整晚了半个小时。哥们儿，别装了，你比我们顶多就早来了几分钟。不是，我说你是谁呀？胡说八道什么？像你这种常年缺乏锻炼的人，身体虚弱，只要稍稍的一运动，就会让你气血翻涌。别人看不出来，我可是知道的。你的心跳到现在还没稳定下来。你放屁！你可以不承认，不过我看你面前那杯水好像还冒着热气呢，应该是踩点的。这下，哼，我猜的应该准了吧？这些只是你的主观臆测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就是你现在穿的这套衣服是不是花2万块买的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在服装店讨价还价的土鳖。我说怎么听声音这么熟悉？是，我是土鳖，但总比傻子冤大头要好吧？你骂我？哎，千万可别误会，我只是在想，这不打折才卖1万2的衣服，你花2万块买下来，这感觉什么意思啊？我被那娘们坑了？哎，你看，不仅脸红了，耳朵都红了。看来你身上这套衣服让你花了不少冤枉钱呀。不过没关系，人生在世嘛，总会有几次被宰的时候。下次出门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再让人坑了。啊，好了，别吵了。下次出门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再让人坑了。啊，好了，别吵了。楚留风，你差不多行了啊！今天是我相亲，不是你。我不是看他装模作样的，实在是忍不了了，这才出言提醒一下嘛。楚留风，别说了，不管怎么说，陈英都比我们到的要早。对呀，不管怎么说，陈先生的心总是好的嘛。这样吧，今天不管消费多少，都由我来买单。坐吧。Waiter。哼，一看这2个就是一对，看我不坑死你们！先生，您确定要点这些吗？
这些不仅价格有些贵，还可能吃不完。可以让我先看一下菜单吗？啊，不用看了，按他的来吧。放心，这些都是我平时在国外吃的东西，不会太贵的。哎呀，说到国外，陈先生是在国外留学几年回来的吧？陈先生是在国外留学几年回来的吧？没错，为了接受更良好的教育，家父从我10岁起就把我送出了国。在国外待了这么长时间，确实在国外的见识跟比在国内多了不少。那您是在哪国留学的呀？英之国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原来是在知小理而失大义的犬国留学了那么久。楚留风，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容易生气呢？你侮辱了我待了10几年的地方。你只是去犬国留学，又不是犬国人，祖宗都忘了。哼，我在国外待了那么久，自然是比你了解那地方。那里的男人低调谦逊，女人温柔贤惠，比他有素质多了。那我倒是很好奇啊，犬国这么好，你怎么回国来相亲了？范小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您别担心，我没误会。我为我刚才的失态向你道歉。那陈先生之前留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呀？鄙人毕业于樱花大学医学专业，精通于各种外科医术。在犬国留学还学医术，怕不是入了什么旁门左道吧？不瞒你说，就在昨天，我被国内排名前3的医院录用了，年薪1000万。我倒想问问你，你又是做什么的？我也是学医的，我没有上过什么学，但是我的经验很多啊。村里的姑娘还有老人都说我比我师傅还厉害呢。都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，就敢说自己有经验？你说的对，不过医术嘛，应该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，对吗？好了好了，我们今天是来吃饭的，不要因为这些影响了食欲。没错，菜都上了，我们还是先享受美食吧。菜都上了，我们还是先享受美食吧。既然这样，看在2位美女的份上，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开动了！哎，我点的鱼鲜呢？怎么全部换成家常菜了？啊，是我让换的。你换的？我点的东西你换了？山猪吃不来细糠。别这样，你的那些鱼生，自从上次出了那件事情之后，就不安全了。肤浅，仅凭一些小道消息，你就否认了整个国家的饮食文化。你知不知道这些鱼生都是通过优质的鱼鲜，经过加工检验，什么都合格，再安全不过了。哎呀，你的这些犬国思想已经在你脑子里扎根了。愚昧，愚昧！你别这样，我可是很民主的。菲菲、瑶瑶，你们是喜欢吃家常菜，还是喜欢吃他点的鱼生啊？我对鱼生确实不太熟悉，还是家常菜好。我对鱼生确实不太熟悉，还是家常菜好。行吧，既然你们不喜欢吃鱼鲜，那咱们就吃家常菜吧。怪我不应该把我的想法强加到你们身上。服务员，拿下账单。菲菲，你怎么了？这顿饭的消费超出了我的预算。啊，你开玩笑的吧？虽然你家不是什么江城豪门，但是一顿饭钱还能难倒你个小富婆？没关系，刷我的卡。先生，您卡上的钱似乎不够。不可能，哪怕这是最优质的鱼鲜，用最顶级的原料，怎么可能没钱？何况这还是家常菜，你可能是弄错了。怎么可能没钱？你可能是弄错了。对呀，我点的有那么贵吗？是的，我给您举一个例子，您看这道芙蓉肉，实际上是用未化形的胶肉做的，还有那个天山笋，可是长在龙脉之上，吸收了灵气的，还有那个……行，别说了。那您还有没有其他信用卡呢？可以把你们的经理叫一下吗？菲菲。先生，我是这的经理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啊，是这样，
这顿饭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，我不想我的朋友因为账单感到尴尬或者不高兴。先生，您真是太体贴了，我们感激您的慷慨。没关系，毕竟大家开心才是最关键的。哎呀，行了，楚留风，你就别装了行吗？有钱没钱啊，你就要付款。陈英，你的态度让我很失望。好了，楚留风也帮了我们很多，别再说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由于这位先生的慷慨，这道菜他为你们买单了。哎呀，看他的样子是穷逼想装大款了，哈，可笑。可是他怎么会有钱付得起？陈英，你的态度很让我失望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让我重新介绍这位先生，这位是楚留风先生，不仅是我们的贵客，也是我们餐厅长期的合作伙伴。哎，有没有搞错？你说他是你们的贵客，连一个12000的衣服都买不起的穷逼，你说他是你们的贵客？你骗鬼的吧你！先生，我们这又不是小餐厅，饭店里的人一言一行都代表着饭店的形象，我们怎么会骗你？你不是没下过山吗？怎么会认识酒店的人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小子是他亲戚是吧？故意把这菜说成什么天才地宝，骗我们的是吧？你们不知道吧？楚留风可是龙虎山上的弟子。龙虎山的弟子？你是说他是修道之人？没错，楚留风先生是龙虎山上的弟子，负责帮助我们酒店寻找只有龙虎山上才有的灵芝。这次楚先生答应免费帮助我们酒店寻找3株顶级品质的灵芝，我才同意免单。楚留风，原来你一直在隐藏你自己的身份啊！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隐藏的，我在龙虎山上就是一个打杂的，只不过有点副业。楚留风，你有这层关系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说？故意坑我了是吧？哎，陈英兄弟，这你就错了。我原本以为你很有钱，所以让你付账，让你在2位美女面前出出风头。没想到啊，咦，你还挺会替别人考虑的嘛。没有，楚留风先生，您的慷慨和善良，我们永远铭记在心。哎，嘿嘿，过了啊，不用客气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儿。什么？吴贤又到家里闹事了，我这就回去。走。爷爷，你怎么样？不用担心，我这是老毛病犯了，只是这一次比上次要严重一点。老爷子，您这个情况应该是急火攻心啊。菲菲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吴贤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菲菲，你不要一张嘴就这么大的火气，你到时候成了我们吴家的媳妇儿，这样不好啊，对不对？你到时候成了我们吴家的媳妇儿，这样不好啊，对不对？楚留风，给我收拾他！好嘞，走，不要动吴少。爷爷，您别激动。菲菲，你跟我说，你这几天都去哪里了？爷爷，我前几天生病了，怕您担心，就去瑶瑶家住。听到您的消息，我就赶回来了。菲菲，你不用再骗我了，吴少都跟我说了，说你为了提高我们陈家的收益，竟然在办公室里勾引他，是不是？他不说，就是他给我下那种药，要不是楚留风及时相救，您孙女的清白早就没了。菲菲，你不能因为我拒绝了你，还跟老爷子说了实情，你就在老爷子面前反咬我一口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你们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这还不简单？我心我行，诚如明镜；我思我想，皆为圣贤。真数奏。菲菲，接下来的3分钟内，吴贤说的话都是真话。这怎么可能？不信你当着爷爷的面问一问他。吴贤啊，你昨天晚上去干嘛了？在哪里？我昨天晚上跟2个夜总会的姑娘耍了一晚上。那你之前是怎么把我迷晕的？就是你到我办公室来签合同那一次，我从毒师那儿拿来的春药放在了你的茶杯里面。那你就不怕之后我们陈家报复你吗？那你们陈家那么弱小，我怕你干嘛呀？
那如果你得手了，你真的会娶我吗？那你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了。我再宣传一下，说你呢是一个没有男人要的女人，你就只能做我的女，而且是那种地下情人。这吴家大少爷比我想的要龌龊啊！让欺负我们家菲菲！你别打了，你别打了！我告诉你，再打下去的话，你们家就犯滔天之罪了。哟，真言术刚刚解除啊，看来刚刚说的都是真话了。楚留风，你对我做什么了？我这个呀叫真言术，我们龙虎山上的功法，厉害吧？龙虎山好厉害！笑什么？你所有的阴谋都暴露了，还好意思笑？因为龙虎山越厉害，我们吴家在江城的势力就越大。喜欢做谜语人是吧？我可警告你，这真言术1天之内对同一个人使用2次，那个人可是永远变成痴呆的哟。那个人可是永远变成痴呆的哟。你等一会儿啊，我也是龙虎山的啊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龙虎山上最厉害的人是谁？自然是老天师啊。错了吧？龙虎山上年轻一辈出了一位天才的神医，比他师傅都厉害10倍。是人家厉害，关你屁事。当然有关系，我们吴家特意花了70%的家底，让这位神医的大徒弟收我为徒。我什么时候收过徒弟了？什么？神医的徒弟？这种超脱世外的高手也要收徒弟？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吴家的机遇，你们呀，羡慕不来的。老头儿，我问你，现在你还要给你的孙女报仇吗？吴贤，你不要太嚣张了，别忘了，现在有我们纳兰小姐亲眼相加，今非昔比了。纳兰算个屁呀！当年纳兰淹上龙虎山，连神医的面都没见着，就被赶出山门了。楚留风，你不是龙虎山上看门的吗？怎么连纳兰小姐都没认出来？每天上龙虎山求见神医的那么多，我哪认得那么全呀？再者说，这纳兰家在这里边顶多算个中下等，我不认识很正常。纳兰家中下等？对喽，山下豪伐，在真正的强者眼里，这些都是蝼蚁。你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傻呢？白白给纳兰家当了那么长时间的一条狗，我怎么就没有发现这么一条登山长路呢？楚留风，没想到啊，你也是龙虎山的，怪不得你之前那么嚣张啊！这样，3天之后呢，我们吴家会办一场拜师宴。菲菲，你把请柬收下，到时候呢，你来现场答应做我的妻子，咱们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，好不好？楚留风，吴少，既然这个神医的大弟子打算收你了，那你也就是咱们龙虎山上的人了。这个拜师宴我一定去，我把菲菲也带过去，准时准点到。您在神医的大徒弟面前替我美言2句呗，我也不想一直打杂呀，是不是？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到时候只要人到，你的事儿包我身上了。好嘞，好，这么定啊，不让人见啊！慢走啊！楚留风，你菲菲，如果相信我的话，这场拜师宴一定要去，会有好戏的，包你满意。瑶瑶，你怎么也来了？龙虎山的神医属徒亲临江城，这可是天大的事情。我呀也是托了你的福。吴少拒绝了江城前10大家族参加大会的请求，但因为我是你朋友嘛，所以吴少才允许我来见证收徒大会的。瑶瑶，你来我没意见，你怎么把他也带过来了？连你这土鳖都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忘了给大家正式介绍了，陈一先生放弃了之前提到的医院的高薪聘请，现在是我们范家的首席医师。这次来是打算跟神医首徒交流一下医学心得，毕竟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
你是不是想近水楼台追范瑶瑶呀？你懂什么？我成为瑶瑶家的首席医师，只是为了救死扶伤，没有其他的意思。那我要是追范瑶瑶，你不会不同意吧？哼，你追求范瑶瑶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有本事的话。陈英先生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神医首徒的地位比你想象中高太多了。就是，待会儿进去了之后，千万少说话，万一得罪了神医首徒，那个小心眼的吴少可不好对付。地位再高又怎么样？在我看来，只是个医生罢了。恕我直言，哪怕他的中医技术再高明，哼，相比有着成熟系统的西医，差得太远了。陈医受过精英教育，懂得克制自己的言行。在我们几个里面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你。可别忘了当初在陈老爷子的寿宴上，是谁气得纳兰小姐愤然离场的？你别胡说，纳兰小姐哪次说的都是吴贤惹的她。纳兰小姐哪次都说的是吴贤惹的她。好了，别吵了，拜师会马上开始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我闹肚子了，我上个厕所。你是不是给我下什么东西了？早说让你别吃那么多鱼生。家主，参加拜师会的4个人已经到了。知道了。我说吴天宇，不是你让我们来的吗？你在这里装神弄鬼的干嘛？是让你们来的，可是你们一点不懂啊。吴家主，我不太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连这表示都不会，丢我江城的脸面。今日面见神医首徒，你们就这么空手来啊？这点规矩还用我教吗？吴贤，你故意找茬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走了。哎，菲菲，别着急。我看见吴贤那张嘴脸就恶心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咱们见一见这位神医首徒嘛。如果你敢让我吃亏，我饶不了你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再说了，要是遇到这种事，我来保护你，反正没人挡得住。这还差不多。神医首徒到，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神医首徒王野，叫我小王就行。啊，原来神医真的有徒弟啊！他还真是界清门第32代门主，好久不见啊！我不是说了吗？不会收你为徒，你这是拿我的名头来招摇撞骗。我很尊重前辈您，绝对没有借您的名头招摇撞骗。我对您的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您可别因为一个误会就否定了我，让我伤心啊！好，那我这里有一个任务交给你，只要你完成的好，我还真考虑收你当徒弟。那我这里有一个任务交给你，只要你完成的好，我还真考虑收你当徒弟。楚大哥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不是那个大师，您一直看着他干嘛呀？啊，我看这个人来这儿有不祥之兆啊！什么？来人，把楚留芬给我轰出去！哎，不能赶。那怎么办呀？啊！这样，你先给这个人行3个大礼。我，楚留芬，这菲菲，我懂。既然我这么晦气啊，我就先走了。你等会儿。大师，然后呢？然后啊，3年之内不能娶这个女人。大师，那我和陈菲菲的婚约？大师，那我和陈菲菲的婚约？除非你破财消灾，拿出吴家80%的财产给这个人。大师，我怎么感觉你在坑我呢？哎，别胡说，你们想给我还不想要呢。哎，听见了吧？是他自己不想要啊！你们吴家人这么喜欢破坏规矩。好，那这个拜师仪式暂时取消。别，大师，那什么时候重新收徒啊？短则3年，长则10年。等着吧。最后送你们个回礼，就此别过。哎，大师，哎，就这么走了，大师，哎。楚留风，今天这事儿你打算怎么负责呀？我负什么责呀？今天我把菲菲带过来，想让你在神医首徒面前给我美言2句，你怪我？不对，你是龙虎山的，你来之前就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
我就是龙虎山上一个打杂的，我哪会算那个呀？我就是龙虎山上一个打杂的，我哪会算那个呀？我也觉得今天这事不能怪楚留风。诸位，你们是不是太过于高看那神医了？各位，且不说这神医是不是江湖骗子，在我看来，就算他真有什么技术，也不过只是个中医罢了。他中医能做到的，我西医一样能做到；他中医做不到的，我西医一样可以做。陈英，别说了。瑶瑶，你选择我当你们的首席医师，不正是因为看好西医吗？那是因为你不要报酬，而且还能当我相亲的挡箭牌。陈英啊，你还自作多情了呀！陈英先生，您一直对神医出言不逊，迟早会有我范家惹来滔天大祸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我建议您还是去更大的医院做主治医师。我们这小庙容不下你。哎，瑶瑶，你别这样说，我改还不行吗？我说陈英啊，你还是回你们全国汤医生吧。你还是回你们全国汤医生吧，你别委屈了你。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！这范瑶瑶长得好像也不赖啊，这3年先把她追到手，再让她帮我搞到陈菲菲。范小姐，抛弃了陈英这个废物以后，是不是马上要开启一段新的感情了？吴少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在之前陈老爷子的寿宴上，范小姐好像对我向陈菲菲小姐提亲这件事情很支持的吧？没错，毕竟吴家是江城最大的家族，菲菲跟着你也不会受苦的。哎呀，可是从大师的眼里看来呢，我跟陈菲菲小姐的缘分到头了。哎呀，确实挺可惜的。本来陈家可以凭借这次联姻成为大家族的，好像是实现不了了。瑶瑶，你对我们陈家的事儿还挺关心的。不过我父亲常说，女人还是要靠自己，不能靠男人。就算是普通的女人，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，就像你现在这样呀。但是女人拼搏起来是很辛苦的，我可不想看到我的闺蜜受苦。瑶瑶，我吴贤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但是也绝对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苦的。吴少，我不太懂你这意思。我吴贤的意思是说，我吴家愿意跟范家合作，在江城创下一片天地。我也希望瑶瑶能够在我的帮助下，事业更上一层楼啊！吴贤，你是真不要脸，刚放弃追陈菲菲，现在又要转攻范瑶瑶了。吴贤啊，你是个好人，我范瑶瑶谢谢你。不过我对自己的现状挺满意的，也不想改变什么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咱们还是可以继续保持友好合作关系。至于其他的事情嘛，顺其自然。瑶瑶，大师只是暂时放弃收徒而已。3年之后，等到大师回心转意了，我鱼塘里面可就没有你的位置了。范家姑娘，我们家吴贤呢，在江城可是数1数2的好男人。你看当时追菲菲的时候多痴情啊！吴老总，你就别推荐你们家吴贤了吧，范大小姐根本看不上。楚留风，我他妈真受够你了！自从你出现以后，我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倒霉。你别让我逮着你的把柄，我一旦逮着搞你的机会，我一定让你好看。吴贤，你这样说话容易没朋友啊。楚留风，你今天必须给我吴家一个交代。我今天来就是牵线搭桥来的，本来想让吴贤和陈菲菲在一起，结果也罢，我这里有一张神秘的药方可以送给吴家，从此以后不要再针对陈家了。你一个龙虎山上看门的，你能有什么药方啊？我告诉你，你想凭这种东西打发我们吴家，做梦！这是什么药方？龙虎山上内院拿出来的，非常好用。范小姐如果喜欢，一张废纸而已，送给你就好了。少爷，不好了，少爷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要打扰老子，什么事儿说。范家的范老爷子举办寿宴，他们突然拿出了那个失传已久的冻金散，这不，他们范家的股票一下就爆了。我怕这样下去，咱们吴家
在江城的地位不保呀。你的意思是说楚留芳那个药方是真的啊？对，我是在想，咱们现在应该去阻止这个消息的扩散。我怕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吴家的股价会受到重大的冲击啊。你这样啊，这个事儿我交给你去办。你现在马上备车，我现在就去范家的寿宴把这个药方拿回来。好，不，你等一下，这个东西他现在在范家那个千金范瑶瑶手上，咱不好弄呀。在范瑶瑶手上啊，我就更有办法拿回来了呀。少爷，咱们手上筹码不太够。上回那个大师临走之前送的那个礼物呢？现在给我拿过来，我马上就去范家寿宴。好，等我啊。瑶瑶，不枉我追疼你，没想到一张废纸就给范家带来了无限的前途。爷爷，我也没想到，这也只是我一时的无心之举。范爷爷，要说这最大的功臣还得是楚留芳，是他把药从山上带下来的。是啊，年轻人，你想要什么？吴家少主吴贤道。吴家少主吴贤道。范老爷子的寿宴怎么能少得了我？以为吴少事务繁忙，所以就没有打扰。范瑶瑶现在是我追求的对象，他爷爷过寿，能缺了我吗？得了吧，吴贤，你我还不知道，你是不是知道冻鸡散的事儿？好，那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那也没什么可装的了。我现在要求范家把原本属于我们吴家的药方还给我。吴少，当初可是你自己说的，这废纸你不要。我是说了这废纸我不要，但废纸上那个方子本来就是我的，那是楚留风留给我的。吴贤，你真无耻！如果瑶瑶不给你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现在我要求你们把药方交出来。吴少，这是我范家的东西，凭什么给你？就凭我姓吴。够了，吴贤，你不要以为你是吴家的少爷就可以胡作非为。范老爷子，我劝你对我客气一点，要不然的话呀，这是。据我所知呢，范老爷子近几年啊，身体一直都不太好，一直在寻找一种延年益寿的办法。我说的对吗？吴贤，亏欠他人的隐私就是你们吴家的风范。你一个贪生怕死之人，你给我讲什么大道理？认识吗？大还丹。对，这是一颗能够延年益寿10年的大还丹。这可是神医才能制作的呀，他的在世都会引起轩然大波。最近没有听说有仙丹出现的消息啊。神医授徒虽然没有收我为徒，但是在临走之前特意给了我这个大还丹，这是作为我吴家付出70%家底的回报。吴少，既然你把丹药带来了，难道是要把它割舍于我？丹呢，我可以给你，但是我得看看老爷子愿意为这颗丹付出多少。吴少，只要你把它给我，我范家的房产和这10年的收益，我将全部给你奉上。老爷子啊，你不够诚意。此话怎讲？你要是真想延年益寿的话，你就把那个摇钱树的药方给我，并且给我自见真心。吴贤，你真觉得你手里一颗丹药就能得到这么多东西吗？爷爷，你说是吧？爷爷，难道你……瑶瑶，你父母亲死得早，你是我一手带大的。我要是能得到这个丹药，我就可以多活10年。10年啊！到时候你和吴少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我来帮你们干，你觉得如何？老爷子啊，只要我跟你孙女结了婚，第2年我就让你抱上重孙子。行啊，爷爷，
我没想到你原来是个如此自私自利，我到今天才看清您的真面目。放肆！你既然是范家的后代，就要为范家的长辈考虑。你们两个就这样决定瑶瑶的位了，凭什么？菲菲，你是陈家的女人，我劝你最好不要动摇瑶瑶的想法，否则我和福少绝不会放过你们陈家。你笑什么？你还好意思问我笑什么？一个你，一个范承安，你们两个都不用化妆，跳梁小丑而已。你懂什么？你知道大还丹有多珍贵吗？我承认这大还丹非常珍贵。就算是我全力炼制，耗尽全身灵力，顶多10天之内也只能炼出1个。你练大还丹，你脑子有病是吗？你以为你是神医吗？对啊，我就是龙虎山上老天师门下1000年出了一个的神医。你是龙虎山的神医？那神医身上带没带大还丹呀？拿几颗出来给大家看看呀！哎呀，不巧，今天还真就带了2个。楚留风，你这丹丸个头又小，颜色还黑，甚至连大还丹的香气都没有，你还好意思说你这个是大还丹？楚留风，你要不要看看你自己手里这几颗麦丽素快化了？楚留风，这丹药是假的。楚留风，我知道你的心是好的，但这种时候你就别出来添乱了。那给你。什么意思？楚留风，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你这玩笑开得太过了啊！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的这丹药真的可以让你的爷爷延寿10年，不过他好像不配吃啊。你这意思是这丹药真的有效？我的医术你还信不过吗？来试试。瑶瑶，要不你先试一下，总比让你爷爷和吴贤那种人合作好。行，那我就相信你，我试试。怎么样，瑶瑶？这个丹药好像还真的挺有效，我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，精力好像也比以前充沛了。你这是大还丹，我这是什么呀？你尝尝不就知道。啊，吴少，我肚子疼啊，咋回事？你这个丹药是王爷背着我偷偷制作的仿制品，这大还丹只要稍微的出那么一点点差错，那可就是毒药。你说什么？吃下去之后3年之内必死。楚留风，你这个丹药看起来，真正的大还丹是集所有药物的精华于一体，色泽如墨，不会有任何的药力消散，又怎么会有丹香呢？瑶瑶，你手上的这颗丹药能不能给爷爷？我的丹药，你的丹药，范瑶瑶，你是忘了他刚刚是怎么对你的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范老爷子，想不想要我手里这颗丹药？书记，只要你把丹药给我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啊！好，我不会逼你干什么难事儿。从今天起，放弃范家家主的地位，由范瑶瑶担任，怎么样？什么？为了这颗丹药，连自己的至亲之人都要放弃。老爷子，您还真是老糊涂了。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啊！我不是人啊！书记，把丹药能不能给我？丹药，我终于得到丹药了，我可以长生不老了！我可以长生不老了！我可以长生不老了！好了，以后不要乱吃东西了。楚留风，现在你该解释解释到底什么情况了吧？我解释什么啊？你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身份？还有，你为什么愿意帮我？你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身份？还有，你为什么愿意帮我？这个呀，就要问你的好闺蜜了。楚留风，菲菲，你别转移话题，说吧，你还有什么瞒着我？那个瑶瑶，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楚留风是你的婚约对象啊。当年和我定下婚约的，这是龙虎山的神医？不是，
我当时之所以没告诉你，是因为我想先帮你探查一下他是不是渣男。他是神医的事儿，我和你一样，也是刚刚才知道。唉，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，结果换来的却是疏远。不装了，我是龙虎山神医，我摊牌了。没想到最后还是暴露了身份，天命啊！你别在这给我臭屁！我们可是签了3年的合同的，合同到期之前，你还是我的保镖。神医当我的保镖，说出去哪有人敢信？说吧，楚留风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什么怎么想的？既然你是我的婚约对象，那你愿不愿意娶我？你之前不是说我要是想娶你，就要打断我的腿吗？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。今天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你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，所以如果你愿意娶我的话，我立马就能答应你。我办事只是遵循我自己的原则。我知道了，看来雨后菲菲是有了真感情，我是有点多余了。不是，瑶瑶，我去，这么着急，谁给我打电话？喂，不好了，楚神医，我爷爷快不行了。马上备车，我马上去叶国。楚留风，怎么了？有什么急事？纳兰嫣，我之前答应过给他爷爷治病，现在他爷爷需要我。那你赶紧去吧。纳兰小姐是我们家的贵人，你一定要帮她。那我就谢谢2位美女的理解了，咱们3天之后再见啊。楚留风，这3天里你一定要想清楚，我和瑶瑶在你心里的位置。多亏了楚神医，不然我爷爷现在很可能已经不在了。这是你自己种下的因果，你要是不去江城，就遇不到我，遇不到我，就不会有之后的事了。只能说纳兰老爷子多做善事，积攒了福报。我嘛，是安排给他治病的。楚神医太谦虚了，只是爷爷现在身体还未稳定，不知道能不能再多逗留几日。说你的心里话。楚神医，我家里还准备了几套衣服，你要不要呀？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楚留风，你猜现在这2个美女在哪儿啊？啊？哎呀，2位美女，现在你们俩落我手里了吧？你看看你多了什么呀！赶紧把他们俩放了！你说什么？把他俩放了？到嘴的鸭子，你绝不可能放了！她们是神医的女人，你要是碰到她们，我们是惹不起的。她们一共还能活3年，到她死之前，我一定要做个够！你真是废物啊你！这个你想不通啊？只要神医肯出手，你的生命是可以保住的。我现在逼急是吗？啊？很想说一句软话，怎么的？你真的是疯了！我这次你准备自首吧？来吧，现在就是自杀了啊！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这2天之前就算到你要搞事，你回来的。2位美女，你们同时把我叫出来是干嘛呀？当然是让你回答你去叶国之前没有回答的那个问题。楚留风，你就直说吧，我尊重你的任何决定，你要给我们一个答案，到底选谁？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，那我只好这都不选喽。楚留风，你又耍赖！哎呀，这5位姐妹命中都有劫，等着我去救呢。去死！啊！